大家，今天带着我爸妈和你们一起在广州吃一家网传的烧鸟天花板，几家最近大火的甜品店，顺便探探咖啡店和酒吧。这家黑彩虹在杭州一直蛮火的，怎么说呢？我觉得他们家蛋糕就是做的算是蛮标志的。仔细闻它那个蛋香味特别重，你都不用凑近闻都能闻到我很重的蛋香味。从蛋糕体到奶油都很不错。好吃吗？你表情好像很一般呀，看起来。这个蛋糕有种当时在东京吃 Hubs 的感觉，它这个奶油真的很棒。Hubs 因为是千层皮，所以吃起来感觉比它再梦幻一点。它蛋糕体很湿润，然后奶油质感非常好，奶香味很重。只是2块蛋糕就要100块的价格，真的让我感叹现在国内物价有点让人看不太懂。加柚子。抹茶味非常淡，主要是柚子的味道。这个我觉得一般嘞。单吃的话，柚子抹茶味蛮重，而且很香的那种。但混合在一起吃，柚子味有点太过抢戏了。上面是白巧克力的屑。还有一家是网传杭州非常顶的烧鸟店，也是因为我爸妈没尝试过这种做的比较好的日式居酒屋，想带他们感受一下。反正网上看了褒贬不一吧，就来体验一下。就没想到这顿饭真的是吃的喜忧参半。好的地方确实要夸，他们家主烤人就是老板本人，火候把握的非常得当。腿边肉和2个细软骨，好香。哇，这个是鸡脚筋小腿肉吗？做个小白鼠。我没吃过这个部位以前。不说我在日本和其他国家吃过的一些烧鸟名店，鸡的品种选的也很不错，鸡有鸡味，而且有非常多稀有部位。有点道理。什么道理？就是这样做食材做生意是吧？开个小饭馆，辛苦钱。那是辛苦钱，但是缺点也非常让人下头，就是他们家管理非常混乱。这个是考验一下烤山店的，你别说的那么严重，他们压力很大了。很一般，它烤老了一点。那是因为你没有吃过更好吃的鸡肝，你才会这么说。就我上次吃的那个鸡肝，它咬下去的瞬间是有那种脆弹感的，它这个就没有。但是里面又很嫩，它这个就是感觉它鸡肝本身品质稍微差了一点点。这个你不吃吗？我吃过，这个要一口闷的，提灯。提灯是啥？我告诉你，你先吃了再说。1人1串啊，你们。一口闷啊？一口闷。鸡身上哪儿这个部位？是蛮有意思的。就还好我们去之前就在网上做过了功课，然后我妈特意把下单的品项全部都截图，然后每上一道就自己对照着划掉。你要加点盐。沙干烤的不错，沙干是那个鸡胗，觉得加点盐好吃。沙干烤的还不错。因为你懂的，就是吃烧鸟一旦点多了，就吃的啥上的啥，完全就是稀里糊涂的。然后他们家后厨管理十分混乱。这个你的。鸡颈肉也以至于来了第2波的客人都吃完了，我们的菜还没上齐。串一串的，还有个鸡锁骨，有个脆皮鸡龙骨一串。店里上工一共就3个人，真的是叫天天不灵。好在烤串的是真的非常好吃，所以我强压下烦躁。独特的一种。但我觉得锁骨好吃一点，豚骨稍微香一点，但是锁骨肉稍微老一点，这感觉主要是下酒。我感觉它骨边肉的那个鸡味比较香，不然硬生生吃了3个小时，我也真的很想拍屁股走人。你形容的非常正确，还行，对，就自由做。它烤的比较好的。老小辰光能够吃到自由做是很幸福的一件事，这个东西经常吃。是自由做的，而且感觉一模一样。里脊肉到这个地方，如果看大块多余的话，你就把隔壁的烤肉。好香，不错，很香的。没事。鸡肝、鸡心饼。就我也有点好奇，大家遇到这种味道非常好，但是服务非常糟糕的餐厅会怎么样处理？做的还是差一点。鸡心应该2块啊，不能多散啊。谢谢。没事。这个鸡心还不错，它这鸡心烤的熟度不？经典。好不好？老外不是乡下农村长大的吗？小时候。这鸡心怎么这么神奇？啊？
这里好神奇，Q Q 弹弹的，超很嫩，然后外面是那个酱烧的味道，里面没什么味道，然后就是很滑稽这是我们平时不吃的那个，很难形容的一个口感。香。慢慢找吧，慢慢总能找到下沙火锅。那么就不对嘛，总共没几串？应该2串吧？它是1串吗？现在倒数，你算一下，你最后还剩几串？你给我点2串是吗？或者问他这串是什么东西？鸡生蚝。啊，不过馍也蛮好吃的。快吃这个鸡生蚝，很好吃。你的那个部位好吃，鸡生蚝好吃，这个也好吃，我觉得七里香也好吃。这个也好吃的。鸡腿肉、横膈膜，这个是什么去骨的鸡根是吧？鸡翅根是鸡肩肉，这个是去骨的鸡翅根。冰葱鸡腿肉。看你。它这块炭的味道重一点。这个是鸡肩肉是吧？好香。怎么都要缩写？它的皮弄得很好，脱骨鸡翅根，我换个有肉味。烟火气。下面那块带了块小软骨。来吃可露里。八教食堂应该也算是国内可露里的先驱店了，就是不做平行品鉴不知道，一做就发现口感差异还挺明显的。栗子、生腌斑斓、开心果和抹茶。摸你们的咖啡。可露里按理说就是轻轻咬下，外层会有那种薄薄的清脆感，然后里面是比较糯 Q 的质地。开心果味蛮浓的，但是你还记得有一次我给你买了上海的美容城楼下那家吗？你觉得高体内馅做的没有那家好，就是应该有点脆脆的呀。是抹茶味的。你看抹茶体做的比那个开心果体好，你觉得吧？它跟这个高级整体感觉更好。对，它那个感觉有点分离，这个就感觉外壳更酥脆，然后里面更松。那下面栗子不是荔枝。它贵的原因也很简单，就是制作过程耗时很长，然后模具的养护也比较需要花心思。还是没有抹茶那个好，但它栗子味那个伯爵茶，对吧？我这把还行吧。这款调味比较有意思，但它栗子香味感觉被伯爵茶盖过去了，本体是伯爵茶了。怎么样？它当中是椰子味的，对，它这个膏体是斑斓味，斑斓味没有很重，但我觉得它这个膏体做的跟那个开心果是一个问题，就它里面的内心不好吃。就这4款里面，就抹茶味的质地做的是最优秀的。顺便打卡了一家拿过咖啡比赛冠军开的咖啡店，这家去年年底还开去了上海。他们家有专门一个拿了冠军的咖啡豆做的 set。其中的话，美式跟拿铁用的是同一只豆，来自中国云南，主理人潘老师要打世界赛的豆子。然后拿铁跟牛奶的话，是我们自制的牛奶，先喝拿铁，再喝牛奶，再喝美式。上海有名的咖啡店我也喝过很多啊，只能说这款用云南的豆子做的拿铁真的非常有记忆点，真的很不一样。宝宝，你喝一口，它这个拿铁跟以前喝过的都不一样。有一股什么酱？咖啡豆跟别的不一样，所以它喝起来有点像朗姆冰淇淋、朗姆冰淇淋的感觉，不一样。是有点不太一样，对，确实不一样。这个有点像我们的葵下那个。有意思的是，他们做拿铁用的牛奶是国内不太流行，但美国还挺常见的无乳糖牛奶，所以喝起来会更甜。哇，这个味道你们闻，你饶了我吧。我觉得。另外一家蛋糕店是这半年反复拿来和黑彩虹对比的蜂蜜、草莓奶油、文丹柚、岩茶、柑橘奶油蛋糕。这两家不看价格的话，我觉得都可能会是我想回购的那种清淡系但是技术扎实的甜品店。蜂蜜的蛋糕体本身就没有黑彩虹的淡味那么重，整体风味会再清淡一点。它这个文丹柚也太大块了吧？啊？别说它这个组合搭配蛮好吃的。是的，本来就不喜欢吃草莓。草莓好像西方的那种里面，好像水果里面好像还挺受欢迎的。但是美国草莓非常难吃。所以这个蛋糕还是水果蛋糕还是挺普通的。但我有时候是真的受不了我爸妈，就他们一边说着自己不爱吃草莓和甜品，一边3分钟把蛋糕瓜分干净了，连慢慢品尝的时间都没留给我。
最后一家是我觉得很不错的酒吧，因为带着爸妈，所以这次来杭州也只去了一家。这家的老板是之前在上海有名的日式清吧苏居的调酒师开的，应该是你喜欢的。整体喝下来能够感受到还是很用心的，就是檀香味 highball 对我来说口感有点太杂了。整体是一个酸甜微咸，然后微咸。但是有一杯罗勒番茄的呈现非常好，顺便后来又点了 Martini 和曼哈顿，虽然用的是不锈钢杯做的 Steer， 但是味道还可以。开箱是我喜欢的那种不会太鲜明的风格，就是 Steer 速度有点太快了，稳定度不算特别顶，但整体酒吧的氛围和调酒师保持的距离和亲切感都让人觉得非常舒服。少一点，你们可以多来一点，多一点的给你。谢谢。这个我喜欢的，谢谢。这个我们国产的白酒。来吧。对对是白酒。谢谢啊。谢谢。茅台系的感觉。这样相信吗？最后也带你们去看看北美第1名的酒吧是什么样子的。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啦，拜拜。